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Mango TV 同步收看。本季大侦探规则升级，设置侦探排名榜。每期由代理会长根据游戏结果发放由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玩家根据徽章数量进行排位，最终侦探排名前4的玩家将获得本季名侦探俱乐部闪耀侦探称号。侦探徽章结算规则如下：单期投凶时，侦探可在2轮各投出1票，共计2票；其余玩家可在第2轮各投出1票。若检举凶手成功，投票正确的玩家各获得1枚徽章。侦探若2轮都投对，则额外获得1枚徽章。若检举凶手失败，则真凶获得6枚徽章。此外，每期将由内投选出1名 MVP 玩家，代理会长与玩家每人可投1票， MVP 玩家将额外获得1枚徽章。代理会长作为侦探排名发起人，不参与最终排名。上一集，张公子在去看流星雨的路上，车子损坏，进入真漂亮综合医院求助，却在4楼发现5名集体失去记忆的可疑人员。我是谁？我是谁呀？你是说你们几个都失忆了？他们身着同款服装，且手背带有同款红色五角星图案。你们手上都有，我们刚才都发现了。在排查房间的过程中，竟意外发现一人仰躺在02房间，嘴唇发干，颈部有明显勒痕，初步判定为窒息而亡。通过姓名牌和手腕处的纹身，确定死者为甄医师。经过初步排查，嫌疑人就锁定在真漂亮综合医院出现的5人当中，他们分别是小何、小勋、小欧、小明、小大。16号就是你的屋，你可能是保洁的，写着呢。04号是医生，你就是贾院长。有一个06号在2月1号死了。众人的推测是否与真实身份一致？第一次昏迷的原因是什么？风扇里面找到了一小瓶药，临床禁用。是谁在空气内循环送风口处使用了临床禁用药剂？一定是有人不昏迷了。他有另外一种导致昏迷的原因。2次晕倒之间的清醒又是为何？杀害甄医师的真凶究竟是谁？但是第1轮倒和第2轮倒的这个昏迷，这个很奇怪，就是他到底为什么他突然又醒了？对，这个醒是怎么就？这个好奇怪啊！还有就是说，如果他第1次全部昏迷就足够作案的话，他就没有必要做第2次昏迷了。所以我觉得有一种可能，第1次昏迷就在4A 里边有另外一套规则，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一会儿等着接下来的分享。我懂侦探的意思了。就是只有3月5号的昏迷是这个机器里面，就是循环系统里面的这个导致的，而大家陆陆续续昏迷的时间是因为大家陆陆续续从这个4A 离开了，而第1次昏迷是所有的昏迷都是发生在4A， 它不是由这个4F 的空气循环系统制成的，它有另外一种导致昏迷的原因。对，所以它才会这么规律。好，我就先分享到这儿，等大家说 4A 吧。精彩，精彩，精彩。接下来怎么说？接下来先说水疗室。水疗，从一星开始。从一星开始。一星是最不重要的。一星可能是最舒适的，对，越到后边越狠。一星那个水疗室，首先去到以后发现它需要一个门禁卡才可以进入，但出来确实是不太需要的，直接按键就可以出来，直接摁锁就可以了。对。这个门禁卡在甄医师的白大褂的兜里，找找看。哦，我找到了，一卡通，它有所有房间的权限。然后还有一张04的通行卡，是可通往 A4的门。
可开启1指3星的治疗室。啊，被发现了啊。然后另外这个水疗室里面其实相对来说比较的简陋，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一个大型的一个水浴舱。除去之外呢，在门口的地方有一个水浴舱的使用说明。开关舱门均需按开关按钮操作，也就是这一排这个，可通过蓄水和排水按钮进行水浴治疗。如遇紧急情况，可按舱内的紧急解锁按钮打开舱门。这个是在这个水浴舱的很深的里面的一个位置。当你坐在里面的时候，如果万一要是遇见什么情况，你可能在脚边一摁，有这么一个按钮。是自救。当时我们进到这个水浴舱的时候呀，我发现这个基本上是属于这个一是关着舱门的状态，另外排水和蓄水都是关闭的状态，并且水舱里面是没有任何水的。另外我们进去的那个时间应该是在凌晨的2点以后吧，所以那个时间正好是在备注里面，每日的凌晨1点到7点为设备的检修时间，无法启动。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段内，这个机器是关闭的状态。但是呢，上面就会有一个成像时间，因为它标注是关门将自动进行红外拍照，就是进去以后关上那个舱门来拍摄的一个时间，是在晚上的10点50，有一个人吧进入到了，是我们其中一个人，是不是？对。但是他在进去这个水浴舱的时候，他的其实状态有点像是已经昏迷了，哦，已经已经昏迷了。因为正常情况下，那个水浴舱是躺在里面，我们正常是这么正着去接受治疗的。但是这个照片上，他头已经歪了。哦，他头是扎着的，对不对？哦，所以他昏迷嘛。他是不是在那儿昏迷的？那就是04号，04号是45分了。就是22点45的昏迷的那个人，对吧？勋。但是他，比方说这个人把勋22点45晕倒的嘛，45晕倒，他把晕倒的他扛进去，然后50我关门，啪这边自动给勋拍了张照片嘛。对，图什么呢？他这么干，图什么呢？我这边是所有的线索了。好，水疗好，辛苦了。然后是不是该我2星的瑜伽吗？瑜伽对。好来，这也太现实了，都按星级来说。好，2星级。这个空中瑜伽室是2颗星，然后同样也是需要门禁卡才能进去的。然后呢，门背后有一个开锁的键，还有一个开闭灯和关闭灯的键。然后呢，这个中间有一条，这一条是荧光条，意思就是说在黑灯的情况下也是能看见这个开关的。那么现在的闭灯是开灯的状态。然后旁边写着空中瑜伽的这个器械使用说明是，长摁这个上升的按键可以使绑带上升至固定的位置，轻按一下下降按钮就可以使绑带下降至地面。所以呢，这个按钮是这样的，它就在这个门的背后，等于就是进门是在这里，那个绑带是在这里的，就在中间。所以他要开那个，如果被吊着的话，你是摁不了的。就只有医生可以帮你操作。对。但他有没有紧急按钮呢？没有啊，没有，你那屋没有紧急按钮。没有，别人不给你放下来，你下不来。你下不来。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我猜测的是，如果没有人那个的话，可能他如果自己醒了，他可能会自己赠吧，然后给自己晃起来，然后过去拍到那个键，他就可以下来，因为他不需要长摁嘛，他只要碰到，他就有可能。空中飞人啊。这是一个猜测。
然后现在就是这个空中瑜伽绳的状态就是放下来的，就是到地面了。啊，然后呢，七窍的部分来了。空中瑜伽有一个被吊上去的人的一个红外成像，他已经是这样的状态了，所以他一定不是在练功，也是昏迷的状态。一定不是在练瑜伽，所以这个时间点是22点20分被拍到的。22点20， 3号，对3号是他自己啊，自己。是我啊，小丑竟是我自己，我馋我自己。自己绑自己，对，就是说那个，其实你可以自己晃出来的意思。这么复杂的吗？对你先得晃，因为你黑暗当中你被挂在那，你先要把用脚尖先开灯是吧？这是真空中瑜伽呀。荡起来了之后，把灯打开。对对，就是啊，你先得冲着夜光或者开大灯，然后再开了灯之后，再去看哪个是下降，换给自己再摁上去。晃着秋千，荡秋千。其实可以晃过去。你可以装晕。我是个凶手。不是，他不是装晕，他是待会儿熏到可能会有东西，知道就是真用了什么办法让我们能昏迷多久。等于你后来醒了之后，你用这个办法把自己给弄出来，弄出来了之后，你比如说你在12点21分或者什么时候，你给自己弄醒了之后，你往外逃，你从4A 逃到4F 之后，你又吸了毒气，你又昏了，昏迷了。你又昏了。天哪，玩着玩着发现竟然是我。最忙的一位出现了。但是呢，也就是说，如果3月4号的这个昏迷的5个记录是可以相信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每个人在什么时间点，在什么器械里面，在什么器械里。好，OK。好了，这就是瑜伽室。 OK。好，那到我了，理疗，到理疗了，按星算的啊。因为刚才你那边是抛饼嘛，就是来回来去的弄自个儿，包对。饼。包饼。然后到这边应该是治疗这个老看手机的这个问题，因为它这个是理疗室，是颈椎牵引治疗器，也是挂那儿。它就是等于说它上面有一个这样的东西，然后让你颈椎能好点，对，别老低头看手机。那不也挂脖吗？就是就这样吊着挂脖。这样对啊。然后呢，而且那个座椅对面，他当时写的是就是这个治疗仪一开启，等于说已经把它锁住了。然后，他这个过程是，收紧放松手环，需按治疗器开关键，就是说它有两个这两个边上有2个套，你看见了吧？就是能把手整个给你固定住。这样固定住。对，它就整个给你固定住，就等于你就动也不能动，动也不能动，然后就是只能抱着你了。然后开关，然后手环可自动收紧，至患者手为固定。通过上升的颈部绑带进行颈椎治疗。如遇到紧急情况，可摁机身自带的紧急解除按钮。对，这个它那个座椅的旁边，然后你拿脚一踢。然后就能紧急解锁，对。然后，哎，祝贺！小何老师，这应该熏的是您啊，好吗？有什么值得干？这是因为是在22点35，2点35， 35吗？06吗？06是您吗？不是？哦，是我。 06是您，是您。我能看一下那热成像我啥样吗？还行，还是帅气的，有点儿哎。这个造型有一点 Fantastic Baby 那意思，我的 single 啦，就是最开始那个，坐在一个沙发上，非常帅气。但是确实是像是昏迷的啊，对，就是非常帅气啊，有一种这都颈椎牵引了还这样，这不应该？他就是把我扣死了，把我固定在那儿。对，就是牵引的。然后就是说明到6了，
对了，哎呦对，那到我了是吗？谢谢。好，来我了啊。这个了。好，我这个呢，其实前面是一样的啊，手术室是4颗星。然后也一样的，就是说进门的时候需要刷卡，出门的时候按钮就可以。然后呢，这个手术床的使用说明是这样的：当你摁下手术床开启了，手术床上所有的手环将自动收缩至患者维度大小并固定。所有手环就把你整个的这样啊，大字形。这个人他有几个维度？一个是这个脖子这个位置，颈围、对，手，四肢，对，还有脚也有一个。它所有东西都收缩到你身体大小，但是你就肯定被固定住了，你拖是拖不出来的。但是摁下手术床关闭这样一个按钮呢，所有的手环就自动伸展解开束缚。那么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按手术床的紧急解锁按钮解开束缚。我进去的时候，这个按钮是锁定在开启阶段。也就是说，按道理它应该是所有东西都束缚到最维度最合的那个地方。但是呢，这个手旁边的紧急解锁按钮是也被摁下去的。也就是说，这一位患者他自己把自己给救了。他醒了之后把自己给救了，摁下去了，解锁了。那么这个人呢，他蛮可怜，他应该是趴在上面的，他还不是躺着的。这个你看这个样子，没有五官，这种趴着的。然后呢，应该也是晕了之后被搞上去的，是10点05分，也就是我们的5号。因为10点钟5号晕倒，10点05分被搞到这个床上。5号是我们的酷盖，对，酷盖啊，酷盖，你可以看一下你的热成像，哇哦，很精彩，很精彩。趴着。10点05啊。哎呀，趴酷来，到了精彩的药房。到我在药房上了。现在先是药房5颗星，然后他出去也不用房卡，就用这门禁一摁就行了，然后我这还有一个体重秤，它也是有一个红外自动拍摄图片，有一个人23.05，明显被捆在这儿了。23.05啊，哎，1号，就是我被缠在那儿了是吧？对，他这儿不是被捆着了吗？然后这儿我突然发现了有一把小的这种刀，就是那种手术刀，然后他自己把自己这个绳给割开了。哦，那就是逃脱了。然后其实我在这里边找到了2款药啊。第一款药叫真的好醉，真的好醉。发明人是真医师，主要用于麻醉。然后用法是直接吸入粉末，然后不良反应啊，这是2个。醒来后呢，手无缚鸡之力，24小时后会逐渐消退。他要醉这么久啊？然后2呢是手背会出现星星状痕迹。我们都有，所有人都有。我们都有啊。24小时后会逐渐消退，然后药效是使用之后立刻陷入深度昏迷昏迷时长固定，然后这一块被撕掉了。多久不知道。所以咱们昏迷了好久了，咱们一直在被别人玩弄，是不是？就是把咱们搁在哪儿。然后我再说一下，这屋还有一款药，这就非常关键了。这款药叫记不得，它是一个红色粉末，使用者吸入后立刻昏迷，唤醒后出现失忆症状。然后它这里边明显是用了一瓶，就跟刚才你看的小红瓶是一样的。那不就是刚才他发现那瓶就是我吗？刚才发现的那个啊。循环系统下面的那个通风的风扇里面找到了这么一小瓶药。所以我是觉得第一波是真弄的，因为3月5号就是马上就要来人检查了嘛，所以可能今天晚上
就是他每个人都要转移了。其实他要转移之前，可能要都给你们做一些东西，还是怎么着，咱也不知道。所以他先使用了这个晕人的这个药，放在这个走廊里了。所以等于他比如说按时间叫你来，比如说你10点来，你进来你就晕了，晕完之后他就给你放在这屋了。所以他是这么弄的，一个一个。然后第二波凶手是逃跑了，然后发现了有失忆症这个药，然后再把人杀了之后，给大家又把这个药放在这儿了，然后大家都醒了，醒了之后往出一走，到这儿都闻上那失忆症的药了，全躺这儿了。哇，凶手让大家失忆，为什么呢？还有一个思路，前面一波是凶手做的，把大家叫过去，他要把大家昏迷在这个不同的房间里面，是为了让他自己有时间作案。对。然后那个记不得那个是真做的，因为明天要检查了，真要让大家忘掉所有的事情。是真说的，记不得的。对。对。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对，这个合理，要不然凶手让咱们记不得，就说明咱们其中有一个人是假忘了，有一个假装忘了，记不得是真，让我们所有人记不住，对，才应对检查，是这样。哦，那也有道理，好像更有可能性，对不对？这2波昏迷是2个人做的，对，真只做了这件事情，让我们都忘了。所以那个面具有可能是真为了让自己能够记得，是吧？因为真也活动在4F，都可能对吧？就是这2波肯定一波是凶手做的，一波是真做的，对，也有可能真是做的第1波，他可能今天晚上就把我们运走，然后呢，没想到凶手做了第2波，对，凶手杀了真之后，为了让大家失忆，那他就得在第1波先把真杀了，他让大家失忆就是为了，那他就是提前醒，对吧？来了，是程序员又来新消息了吗？程序员，你看看有没有技术手段可以帮我恢复一下这段数据。修复出5段音频，已经发送到你的语音备忘录了。5段音频。我怎么被绷带头锁在这里了？我怎么被什么？绷带床。绷带床啊！我怎么被绷带头锁在这里了？不是，我怎么被绷带头锁在这里了？是吧？绷带头。哦，不是，绷带头指的是戴绷带面具的那个人。哦。我怎么被绷带头锁在这里了？然后这个音频上面标注的是手术室，手术室时间0点醒的就是0点醒的。你10点钟昏迷的，然后0点你醒来了。0点醒过来。就是意思是这个昏迷的时间是2个小时，他就没醒过来，然后0点07分出去昏迷了。OK， 好，下一个。好黑，好黑，我怎么被绑起来吊着了？啊，亮了。哦，亮了，亮了。好黑，我怎么被绑起来吊在这里了？亮了，亮了。你怎么笑成这样？这个人，我想到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努力，好黑，好黑，我怎么被绑在这里？亮了，亮了。后面有没有？好喜剧。后面有没有揣到这个松了，松了？没有，这几点啊0点15。下一个。我怎么被锁在这了？我这脚怎么踩不到啊？终于松开。理疗。几点？0点30。啊，0点30分。我怎么被关在这里了040。还好舱里有按钮。还好舱里有按钮。他自个儿。04。几点？水疗是45啊。然后现在到药房了。
谁把我绑在这里了？我挪，滚挪。我挪，我挪，好喜剧。还自个儿跟自个儿聊，我应该是我怎么这么好看？怎么绑的这么好看？这别人绑这儿了啊。行1点整。OK， 只有一个人提到了绷带头，大家觉得绷带头是谁？真或者是凶手？真是绷带头还是凶手？这是巨大的一个关键。因为真的好醉是真发明的嘛，他如果要使用这个的话，他需要用绷带头保护自己，他得待在4A， 然后陆续叫过来的人都晕倒了，就是绷带头干的嘛。所以郝晕这个是在4A， 对吧？对，记不得是在循环系统里面。那大家都在各自的时间点醒来之后，为什么又晕了呢？因为4F 在循环那个记不得呀，2种药呀。那如果要这么说的话，是不是其实都没有人装晕？是不是？因为有这个红星，所以标志着我们这些人一开始都是晕了，都用药了，都晕过，而且是用真的好醉。真应该死在11点10分，最早一个醒的都12点了。可是如果每个人都中了这个的话，那么每个人清醒的时间就是真实的。那么到底是谁在11点10分做了这件事情呢？不对，都是真晕的话，凶手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没有时间杀真了。那可是你不晕没有这星啊。后面晕呢？前面他没有晕，做的假的这个时间线，但是他在没有晕之后，他做完所有这件事情之后，他把真杀了之后，他可以再口服都可以。哎，我这儿有这个药上那个真的好醉有一个信息啊，粉末吸入后手无缚鸡之力，24小时后会逐渐消退。关键是手无缚鸡之力。什么？就你甚至都没办法掐不死他。凶手杀了真之前，凶手一定没有服真的好醉，有其中一个人是后服的，他杀完真之后他去服的。就是现在我们都手无缚鸡之力，但是在11点10分的时候，有人是醒的。而且他要把针绑在这个床上，就是我们所有人绑在床上，坐在凳子上，吊在那儿。其中有一个人不是我们原本的这个号，是真。所以真是11点10分死的，也就是相当于12点07就2次昏迷。对，所有事都完成了，就是这个尸体基本上已经都拉到外头了。那凶手还得在12点以前晕倒在4F， 不然的话他来不及同时做这2件事情。他摘掉面罩，吃那个真的好醉，他同时就会晕倒，因为他会吸入记不得，因为是立即晕倒。记不得啊，其实很简单的一个破案，因为它24小时之后它就会逐渐消退。我们就等24小时看谁。OK， 有耐心。那各位会员，下一案的时候我们给大家这样的结果，好吧？好吧，下班喽。只要有耐心，一切都可以做得很好。名侦探第一次来说，你们这个组织这么松散吗？这么随意的吗？那我们每个人的录音都是怎么回事呢？都有录音啊。这个声音，这个哥们儿可以回去补录的。就是他在该被录下声音，以及因为他看了那个药了，他知道按理来说自己在这个点儿该醒，他在那个点儿之前进去把针拉出来，带回去做现场，然后掐好点儿补了一个音频啊。手环的作用呢？
手环作用是他要把自己的手环在别人在别带到人手上真的身上，就显示他晕倒过，在那个时间点晕倒过。但是那真手上为什么没有这个痕迹呢？他应该是用物理的方式，或者是现在我们就是不知道这个凶手是怎么弄的。而且我觉得凶手今天要杀真这件事情，不是激情杀人，他是有预谋好的，今天要杀他。首先这个人要很清楚所有的计划，然后他要很清楚这些人的时间。听上去，清洁工和我弄这个，我也是，我是医生啊。哦，咱们仨都有可能，怪不得咱仨坐这边了。第一次自己玩自己不知道是谁的，这挺吓人的。而且敢说我怀疑敢说怀疑我呀，这真是。因为这个针确实可恨，我觉得是我干的。对，我们站起来，我觉得是我们联手，我们一起除害。我也觉得他该杀。对啊。我觉得，不管是女儿还是什么关系，我觉得3号其实是非常迫切啊。对我也是。我觉得院长并不知道这个医院到底现在了解了多少你只知道你要背锅对吧？但是也有可能在这你1号来的，现在4号了，你也有可能发现了他在干可怕的勾当。对，所以你也有可能做这件事情。那肯定。4号的问题是他现在在跟自己良心打架，他知道了可怕的真相，但是他被要挟不能离开，然后他疯狂的想走。这一位是想了解钱06的死，因为6号鼓励过他，而且他是在这待得最久的人。我是被6号鼓励了，但我有一个奇怪的点，就是我今天想回家，明天觉得这里欢乐。我最可怕的点是我有可能是混乱的失控嘛，现在是不知道，也有可能我不是失控的，我也可能是一个其实只是有一些情绪问题的人，但是我现在被当作人格问题来诊断，是，因为欧秀觉得这个日记的人在写反话，我有可能是用这种方法提醒我自己。从我跟就是前面的6号在桌板上面的那个留言来看，我是清醒的，因为我就觉得小何这边他是清醒的，他的嫌疑就是他会知道他要做什么。就我觉得我跟你是相对比较清醒的，都清醒，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你甚至已经接近真相了，你找到赃物了，你找到证物了，所以你下面一步，你说我要争取在最后一次的去彻底清除，要彻底的清除，你是已经有计划且你就有证据了，对。那我为什么我既然都把那些东西都冲出去给我的好朋友了，为什么我不请求好朋友来营救呢？在我的概念里面，O其实代表的是一个卧底，就是他是现在是处于一个黎明前的黑暗。为什么会有突击检查？就是因为你的证物传出去了。对，就是他作为卧底来说，他其实完全可以预知到，说我送出去多少证物。然后多久这个地方就要完蛋了，这是最后的疯狂了。就来营救我们了。你知道吗？你甚至有可能只是一个记者。那所以他一定是希望借助这次的机会，一举把这个医院的东西都揭露出来。那么就是要看他的身份，如果他是要报仇，他会要真死；但是如果他是一个记者，是一个善意的正义者的话，他有可能要揭露这些事情就够了，他不见得要他的命。如果他是一个复仇者的话，他就没有必要用下水道把那些证据送出去了。就我不需要那么急迫，但不是急迫的原因，是因为真在今天晚上他开始动手了。如果你不动手，你第2天你就明天就会被清除。你的意思一是被清除，2你被转移，就是你会失去记忆，所以你必须要反其道而行，你要去杀害了他，不让自己受到清除记忆。所以有可能3号是不是在一开始就知道有这个东西的存在，所以他得提前把证物给送出去。因为这个人只要他知道记不得，他就知道真要下手了，所以每个人都会有杀机了。如果比如说你心急不够，像我们病人心急不够的话，我们进不到药房，
甚至有人可能进不到手术室。但目前我俩都能进手术室了，对吧？但我们进不到药房。你俩进手术室是指你的小红花够了吗？就意思是我至少得进去过那个地方。对，因为我如果是5号的话，5号一开始是只有11朵花，他为了进入到手术室，才造成了去袭击甄医师，这样他就能有16朵花，从而能够进入到手术室。他故意的。哦，就故意让自己这个哦，明白。你这个思路是对的，就是这个人要对4A 非常的了解，他要把这个4A 的5个房间大概都能够知道功能，那么这个其实会排除一些人。不是，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能去过医药室的人并不多。我现在听起来好像你们都没去过似的，谁去过呢？院长没去过吗？我肯定去过啊。你不是就3星级吗？我是3星级，但是我去手术室跟医药室是需要在针的陪同下。我是需要在针的监督下打扫。我俩都是在针的监督下，但是你们仨就没有条件去啊。我有呀，因为你别忘了，我曾经引发了一个火灾的警报。然后我去了针的房间，如果他不只是在药房有，他的房间也有呢，对，我就有可能能了解了。但是我一定不知道记不得这件事情了，因为记不得是不是只有在药房有啊？这针的房间有真的好醉吗？没有，真的没有。那就是凶手隐藏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他有可能去过药房。必须去过药房，对，必须去过药房，而且他得先看了真的好醉，他才知道他要下药。我们是明面上去过的。对。我觉得我可以投票。加油！哇，这么棒吗？加油加油！加油为你点把火，好棒啊！加一把油，点把火！封神。因为凶手需要的几个关键因素目前缺乏证据，所以并不能很好的还原整个的过程。但确实整个犯罪的手法要求是比较高，而且需要很缜密的计划性。小何跟小明2个人经历了长时间的住院，如果是他们2个做的，整个案件的还原可能会更接近于一个激情杀人的一个现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经过周密的计算。那小欧如果是一个调查记者或者是一个卧底警察类似这样的身份，他为了揭露这个地方的罪恶的话，他完全没有必要在这个地方杀人。那大跟勋之间，我觉得勋是一直想逃离，但逃离不掉。然后大呢，原因是因为他害怕被人家给背锅。那大之前不知道这个地方有多罪恶，但他起码知道过2天这个地方就要被查了。那我觉得从某种角度上来，即便面对法律的调查，其实大相对来说，他无论如何他也不会是主犯。所以我觉得就理智的这一方来说，大跟欧其实都应该倾向于自保。所以我越来越倾向于说这一个票投给勋，因为勋其实是不知道这个罪恶什么时候结束的，他会觉得他被困在这儿，再也出不去了，而且自己手也脏了，也参与进来这个事件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这一票投给小勋。今天都不知道是谁。今天心疼侦探。对。我觉得这样的话，不是这样的话，没有人误导我们，不是更好吗？如果凶手知道，他不是会误导，不就捣乱了吗？还有一个就是手环的这个问题特麻烦。对，手环其实是代表了有作假时间线的可能性，因为按照现在的时间是完美的嘛。咱们每个人从吃了那个醉的那个药，你们每个人，然后到醒来，你们都是2个小时的时间。虽然那条纸条被撕掉了，但是能看出规律就是2个小时。
而你们每天的生活规律又是熏要在9点半查房，也就是说，在那个之后，假设吃了那个药，伪造这样一个印记，他醒来的时候都已经11点半了，可死者的死亡时间是11点10分，他不行，对，他做不到啊，他怎么能做到又有一个伪造的手环的记录，又能满足说手上的这个，又能满足五角星？所以他就不是2个小时呢吗？也。走，咱们去甄医生的房间看看。哦，手机哦，手机刚才有进门的时候听到没有？听到一个铃声，有新信息给他。新信息。甄医师，我是假患者的家长介绍来的。听说你们医院的青少年矫正科是全封闭式的，还会量身打造科学纠正方式，既专业又有效。现在还招生吗？我想把我家那不听话的送来。他就是愣把那个小孩给弄过来，改他那个什么坏毛病，所谓的，就戒网瘾不听话。我们4楼都是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听到不明哭声，立刻回到房间，关好房门。看到他人流泪、叫嚷、晕倒等异常反应，闭上双眼，保持在原地不要动。就是你要把所有人的苦难、求助，你都要视而不见，不能够交流，因为一切都在他的监管内，没有隐私可言。其实他是完完全全把大家放到一个孤岛上。我后妈就总爱诬陷我爸竟然都信了，还默许他把我送进这里。如果我真的不正常，为什么不让我直接去死呢？你没病，有病的是他们。什么鬼啊！就把我们驯化了，完全。说明他主要是针对青少年，是不是？挣这份钱的嘛。你们俩青少年嘛。哎，又来了，又来了。甄总，你上次订的专治性别认知障碍的新型药准备发货了，这2款药还要补货吗？性别认知，你记不得。一个叫即刻岛，即刻岛是黄色固块固体，适用麻醉。用法与水混合为淡黄色挥发性液体后吸入，吸入后将昏睡2小时。哇！用药须知，如与其他同类药物叠加使用，该药效将被覆盖，药效以其他药物为准。哦，就是它跟别的药物叠加了之后，它就不用2个小时了吗？我们去看看，我们再去看看。就是说，能让人晕这件事，还是保存了。是。这个是这个吗？对，黄色固体。这个东西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会被别的东西覆盖。对。哦。你怎么了？我明白了，这个药可能只有1个小时。或者只有半个小时，所有人先吃了这个要2个小时，然后过1个小时给你们吃这个，然后于是你产生了新印记，前2个小时能醒，最先吃这个是吧？对，这样的话才有作案的可能。对，其实这个凶手根本就没有服这个即刻岛，他用真的昏迷时间作为了他的假的昏迷时间，给他赢取了作案的机会。哦。但是后面再产生的那个昏迷时间就是真实的了，他要在那个点之前吸入真的好醉，这样的话凶手才有时间作案。对。哦。等于2次的麻醉都是凶手做的。 2次都是。
不对吧？第一波是真做的吧？因为真没有必要去一个一个的把我们弄晕。他如果比如说只是想掩盖他的罪行的话，他直接用第二步不就行了吗？对，这个是对的，直接是第二步失忆啊。其实大家注意没有？其实真之前已经是说要逃到国外了，对不对？听说医院又被举报了，这次躲不过了，我先尽力解决，再出国躲一会儿。他要出国躲一会儿。所以我刚才说的是对的，不是真给我们用的药，是凶手给我们用的药。2次都是。记不得也不是真放的，也是凶手，也是凶手。凶手放的。对。凶手放在了空气循环里。这个凶手真是预制菜高手啊！高手啊！我们这些太吓人了。来吧 ，Great， 快，再找故事。是，掌声，先来个掌声，厉害，1小时，对，2小时，中间有时间差了。就你分析这个都花了1个多小时，就你分析他这一个。去哪里找？从01开始了。来，放你们进来。来，耶。对，这个抽屉没开呢。这抽屉少一个这个。您身上有没有钥匙啊？没有，我怎么会？好，我们来找找吧，看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我找到了钥匙，哦，哇，厉害，来，你自己屋钥匙藏哪？那我失忆了，我不知道。来了，朋友们。哎呀，贾院长 ，MG 跑腿儿。好，投诉信。他说：“那个尊敬的上级监管部门，真漂亮综合医院在病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给病人使用违禁药品，请相关部门彻查。”就是他举报的，我举报了，不是你举报的，是他举报的，你知道了。我押韵了啊！我们这儿有一段录音吧，这儿有一段录音啊。等会儿，我的杀鸡来了。真做的坏事，凭什么要我背锅？明天我一定要找一个替罪羔羊、金蝉脱壳，我还要再找套娃，就是我还要让别人别帮我替罪，我不是好人呐。听听。长按。这不是在录啊？音量键，我们在录我们说话呀。Hello， 谁来帮我弄一下？我找到录音笔来了。完了，让他给删了。没想到吧？这就是我的计谋，你就是我的替罪羊。你现在你的声音已经录进去了。先长按，再摁一下。我先要长按加号。录音于 M212年3月1日。那我来了。郑医师，你是不是疯了？这就是你说的赚钱门路吗？这是我说的，应该。现在来装高尚了，当初也不知道是谁带你把扶上墙，继承2家医院，结果把2家医院都做成了亏本买卖。别忘了，你才是院长，做的事你摘得干净吗？等会儿，我这个杀鸡来了。等会儿，我这个杀鸡来了。没了，开始录。给人续上了。听见了吗？他知道了，他发现这个事情了。对，你的杀鸡，是吧？杀鸡，我就不配活着。你的山东鸡就是你知道了。不是，你是替罪的。我替罪，但是我在想，我怎么让别人再把这个？那你只能再找医生再给你替罪了。医生很有可能。真做的坏事，凭什么要我背锅？明天我一定要找一个替罪羔羊、金蝉脱壳，我还要再找。如果你要找替罪羊的话，你这个忘不了药就你放的可能性很大了。那肯定会，因为你知道这个违禁药品的存在，然后你也知道它的药效是什么。对，但是就是说，肯定别人也会有
更厉害的事情要发生啊！对，好棒的长片，好棒的长片，我是不干净，别人也不也，对，更脏啊！我们一块儿，当时怎么写的？脏，更脏，太脏，脏的可怕。来看看欧到底是干嘛的呢？干嘛的哟？我到底？你的这个灯，它是自动的，你看到这个程度是。哎呦！看见没有？看到没有？什么呀？是我没有吓你，它就是这样的。它这个灯只要一拍边上，3、2、1，它就会。它自动动。对，结果下面东西。哎呦！漫画要和哥哥一直在一起，一定爸妈离婚了，我们都很难过。我要做个小男子汉，跟着妈妈，不让他失去希望。你跟爸爸，他会好好对你的。我以为我是男孩啊。你是一个女孩，但是你有性别认知的障碍，你认为你是他的哥哥。你上次订的专治性别认知障碍的新型药准备发货了。爸妈离婚了，好好带你，我们都很难过。我要做个小男子汉，跟着妈妈，不让他失去希望。你跟爸爸，他会好好对你的，不要。其实3号房间是哦，真的是你吗？是哦，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是他。你是女的，是那个哥哥。Sorry，excuse me。你感觉你自己是男的是女的吗？这怎么感觉？这怎么感觉？你这问的，这没法感觉。就是往那个离谱怎么颠的？不是，那既然这样，咱们要不要去酷盖那屋再看看5号房间吧？再看看5号房间。突然发现自己不是自己的感觉。天哪！有新发现，有新发现！哎呀，来了！哇，有信！妹妹，我去外地上学之后就跟你断了联系，没想到再次相见，竟然就是你的葬礼。No， 6号是你妹妹，所以现在我可能是3号。不是可能是你就是。如果你很害怕的话，就牵着我的手，我要带你去安全的地方。估计是他们俩承诺，对，承诺大手牵小手，对，可能是这样，有亲情关系。大胆猜测的话，03应该是为了某人入院的，然后来调查的。哇塞！送至马兰镇殡仪馆一具女尸，尸体部分皮肤出现了红肿起泡、焦炭化等症状。对不起，我没有做到。对，疗室上面写的一打扫脏，很脏，太脏了。手术室是非常脏，药房是脏的离谱。原来你经历的这些，他们都说你学坏了，考不上高中，还在技校总是逃课，满嘴谎话，不服管教，只能送到去医院做行为矫正治疗。医院说你是意外摔死，我不接受这个说法，只能卧底进来调查。这里的真相让我震惊，现在真已经察觉，我一定会想办法尽快把证据带出去，全身而退。这是哥哥唯一能为你做的事。你是3月3号，你是3号，你是3号了。等于你是清洁员，而且这个什么调查的这些都是你调查的。哦，那会不会有可能因为我6号我妹妹死了，所以我这些东西其实是她喜欢的，所以我才带过来。对。哦，因为她喜欢这些小熊粉色。没想到再次相见，竟然就是你的葬礼。我一定会想办法尽快把证据带出去，这是哥哥唯一能为你做的事。啊，我是谁？你们一直都是错了马甲。那可能你是5号。酷盖。刚才我是 me 酷盖。你是酷盖。
没有，不是，为什么？求了，好颠。所以性别障碍的有可能是你，你一直说自己是个酷盖，对，你觉得自己这也为什么今天你弄的这个狼尾头，男生女生都有这种发型。我还说你今天好帅。我一直觉得不能简单的那个啥，是吧？有小熊有什么的？对呀，好悲惨。04号是我们熏的故事，这里有您的什么东西呢？不知道啊。桌上的，哇，什么都没有。哇，有没有？有没有？这。鸵鸟哦。入职的第一天我就意识到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医院。这里的人都太疯狂了，这个月被抓伤了好几次。但在丰厚的薪水面前，3万块钱不少。我出卖了我自己的良心。月薪3万，包吃住。每次进入4A，我都假装自己什么都没看到，是个鸵鸟。每晚都做噩梦，再这样下去我也要疯了。可是事故一次次的发生，我真的太害怕了。他不放过我离开。汤汤，这不是钱的事儿，我真的干不下去了。然后他驳回了。还把他死推到我身上！不，还是那个该死的人！杀机浮现！他不放我离开，把他的死推到我。这个事儿大了，这事儿大了。他的死06号的死也是真干的。尸体部分皮肤出现了红肿起泡、焦炭化等症状。真干的，因为他在那个记录里都跟我说，就是那天手术那件事他已经处理好了。对呀，今天的事情我已经想办法摆平了，你闭嘴。要是有第3个人知道手术室发生的事情，后果自负。对啊，那不就是意思是你干的吗？你看，这不就推在你身上吗？哦，栽赃了。我们到这屋没了吗？没了吗？来，这快！我重新找一下我来的酷盖。其实你仔细看这绿色女孩子多合适啊！请叫我酷盖。这里边是那个药丸的位置。就是你没病，有病的是他们。坚持下去，我们会离开这里的。所以所以06号的女孩跟你就是2个女生惺惺相惜，互相帮助。所以你在这时间最长。对。哇。因为6号对于5号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背面写的是，你看，我们会离开这里，一起去看流星雨，你许的愿望都会实现。这是我做的，是吧？对，这是你做的，你给06写的。我们会离开这里，一起去看流星雨，你许的愿望都会实现。后边是用笔画出来的流星雨。我这里还有这么大一个包啊！哦，这有纸条。哎呦喂，藏这么深呢，这位酷盖。哦呦，这么多！今天因为拒绝保证，以后有所谓的女生样子被罚顶碗站军姿。康复学习医生拿06做反面教材，说他不感恩父母老师，敷衍完成每日忏悔作文。我出言反驳，被罚眼睛挤芥末。食堂有同学挑食被罚吃剩饭，同学之间被要求互相指错洗脑。06宁愿被打也不说我是异类。06出事，我立功争取到了见面机会，和爸妈说了真相，但他们说我撒谎逃避治疗，被抓回去后在楼梯上反复拖行2小时。拖行啊！我会完成我们之前的约定，把大家在这里的遭遇记下来带出去。你不会再次，02会付出应有的代价。
02啊，就是那针。所以其实你也想要为了6号去报仇。对对对。所以。你进来是因为你没有女生的样子。对对，我是一个异类，就是你不是一个异类，你不是一个异类。你就是想觉得自己帅帅的是个酷盖。对对。你被要求的治疗是你要做出女生的样子。女生的样子。他最可怜的是06出事儿之后，他意识到了危险。于是他就好好表现，就得到了一个跟家人见面的机会。然后他去跟他的父母说真相，他父母说他撒谎。然后他不信他。对，回来之后在楼道里面拖2小时。哎呦喂！哦，好惨。什么？真该死啊！杀了他！我干的，是我干的。好，我干的，我干的，我干的，投我。这已经开始争了，都是我们的，都是我们的，我们集体干的，就是他们就弄。哇，真的。哇，这个好心毒啊！坏了。而且关键这个医生他知道咱们其实没什么病，只是那个自个儿选择自个儿的性格，他就是为了自己挣钱，根本就不是病。为什么谁规定的女生就一定要用粉色？谁规定女生就一定是长头发穿裙子？女生就要该有女生的样子，男生就该有男生的样子。女生也可以是很帅的呀。父母觉得孩子不听话，才能送了，因为他主要是为了挣钱嘛。就是这个生意怎么能成立？就说明还是社会上有很多的偏见，然后到他这样的宣传。甄医师，我想把我家那不听话的送来。我们是关心你的。甄医师说了，一个疗程过后一定能康复。竹梗在喉，好难受。1、2、3，我们3个都是因为父母。我，你是因为啥进来的？我不知道哎，我还没有那么。继续。因为我现在只是知道，我今天觉得好，明天觉得不好。1号非常想家，2号又说这里太好了，平安快乐。你就是情绪不稳定，应该就是，你看啊，我认为2月15号我是表现良好，额外给了我1次手术室的治疗的。说这是奖励，结束后我感觉自己状态好了很多。我不觉得我是被罚了那么多，突然到16号我就可以进手术室了，对吗？06居然故意触发火警警报，一次性记了16次违规。那个小红花是违规的呀。你的认知有偏差。什么意思？就唯一的病人是我呗？就有点傻，有点傻。把头拔下来了，你的头拧下来了，覆盖好吗？你想起了，你从现在可以给我演酷盖吗？海南。不会说中文了是吧？来，这样，大老师。不是男生都是这样。什么呀？撞肚脐眼是吧？哎呦，什么呀？来了。哦，我是网瘾少年。我深刻认识到了我自己的错误，妈妈。你已经被制服了，在医院。不是，3月1号写的，因为3月1号不是说我想妈妈了，我给妈妈写一封信，等待她的回信。我深刻认识到了我自己的错误，妈妈。在医院里，他们对我很好，这几天我很想念你们。里面的生活不错，我的被子很暖和。我每天学习，电脑游戏我也戒掉了。回想过去，对我内心冲击很大。这段时间我有很大的改变，他们救了那个曾经误入歧途的我。我很想念你们，想一切从头开始。3月1号，真有用啊，这医院。孩子，你之前偷钱去网吧，我们无奈把你送进来。
后来得知你又偷跑进办公室玩电脑，觉得你真的没救了。把02支走，溜进他的房间，简直是疯了。但是现在看到你的变化，真的很开心。妈妈把这封信给你寄回来，让你时刻记住你自己说过的话。你的疗程才刚刚开始，你在里面好好学习吧。我们相信你一定能变好。你们为什么看不懂？为什么？我不想再被电了。我要逃离这个地狱。哦，被电服了，好心碎哦。就是电服了，电服了。哎呦，好可怕！不行不行。你看啊，其实我刚才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说着说着一定要提到我的被子很暖和？啊，有求生的，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被电击救我。有一句话说哎呦，我说的每句话都哎呦，你好可怜哦。哎呦，不行，我受不了这种故事。我在这里被电击，救我！啊！哎呦，天天被电击哈啊！哎呦哎呦喂，在这天天被电击啊！在这里被电击啊，失望。救我！好无助啊！我的天哪，这孩子多可怜。关键你的疗程刚刚开始。对，刚刚开始。像这样的医院，它最后就是交出去的人会变成什么样呢？麻木的吧，害怕了，听话了。他把自己的个性藏起来了，变得彻底的就说什么是什么了，就驯化了嘛。藏起来了。只要不让我回去，对，啥都行。投吧，我可以投了，我投我自己。投票吧。我们集体把他弄死，把他已经死了啊。手术室那些咱们还看吗？药房是5星对吧？这有个柜子没开，没有钥匙是吧？这还得有把钥匙吧？哎，所以这里面的人脸都是拍不清的，对吗？对呀、对的。所以趴在这儿的人是你啊，你是吊那个，你是瑜伽的那个。哎呦，晃掉了。晃出来的。覆盖来打开。哦吼！哇！来吧，朋友。哎呦，输出电源强，这是墙哦，自个儿还能控制，跟 DJ 似的，这样拧那个钮。啊，要撕掉。这儿呢？哦，电击疗法，电击治疗仪。用电击使患者在内心深处把痛苦与某具体事物联系起来，从而对该事物产生条件反射性厌恶。对，明白。比如你爱玩电脑，我不想再被电了，救我！说这是奖励，关心我的02亲自为我治疗。就是电服了，电服了。给你看你喜欢的东西，然后呢，同时再给你痛苦。比如说跟他说你是男生，你好帅，你好帅，电你，你好帅，对你不像你。然后我就反感帅这件事，反感酷这件事。因为你一想起这事儿你就疼哦，还有一个大自动的条件反射。像我的话就是说给我看电脑游戏，电脑好玩吗？给我看电脑游戏。哎，我是不是看那个金条就难受啊？就是那个你是院长，我是院长啊。哦，我以为。电击有多个档位，若使用最高档超过30秒，将对患者造成永久伤害，危及生命。前面那个6号就是这样被伤害了，给杀了，电死了。
为什么会烧焦？就是不是用这种仪器在做什么护理啊什么的，就是在电。真不是个玩意儿。这屋的手段是什么？看看那个后面的、下面的撕开仪器的标签后面，哦，每一个东西背后都有一个。窒息疗法。哦，这个都不敢看。将患者颈部套入绑带，上升牵引器使患者进入短暂的窒息状态，后下放，可重复多次。那不是。短暂的窒息状态可重复多次。让你上网，让你上网，听不听话？听不听话？上还上不上了？哦，这简直就是10大酷刑啊！对对，就这意思。这边这个高空瑜伽呀，也是高调治疗法。高调治疗法。绑带将患者吊于高空，结合强光刺激。对于承认错误和反思自我有疗效，若改正态度良好，方可下降。强光啊，就是把你绑那儿，拿光照你。哦，就是那个可以开关的那个，其实不是为了照明，是反复的爆闪。冰水啊！舱内蓄满冰水，对患者进行冰水刺激。冰。强光刺激，冰水窒息状态，危及生命。但是到药这儿又怎么样了呢？药你就失去记忆了呀！你失去记忆了就可以把你送走了呀。曾经有一句话是说，千万不要超过21颗。一定要记住你是谁。21颗星就到这儿了。为什么他们从药房出来都会变成那个样子？在病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给病人使用违禁药品，唤醒后出现失忆症状，记不得。他就得让你失忆，你回去连你爸妈都不认识了。对啊，所以你就治疗好了。对，就很恐怖这个。用实验品，就是地毯式的一个。多翻翻这种。这纱布。快过来看呐！什么东西？我阿克喷呐，这什么呀？就捂嘴的，是不是？嘴的。捂了谁的嘴？进一个捂一个，进一个捂一个。啊？他不是弄醉那么多人，弄倒那么多人吗？凶手挨个捂啊！沾过那个药的黄色的，这就说明黄色一定是用了第一波的那个那个肥皂。第一波药。流水线15分钟捂一个。对。但是那个绷带头发现的点是在这儿哦。绷带头是在这儿发现的啊。哎，朋友们，现在这个绷带头啊，它鼻子并没有一个布，这个遮挡，这个没有用，这个东西遮挡不了空气，你拿它捂着，你还是能呼吸的。它只是一个面具的作用，它不起到防毒的作用。对，它只是为了让那个大家不要认出是真还是我们其中的一个人而已。这个有道理。集中讨论，来坐下聊吧。开始讨论了。我把那个时间给抄上吧。
来吧，算，加油！我现在比较关注的问题，一个是大家认为就是12点整的时候提及的这个绷带头，我怎么为绷带头锁在这里呢？然后这个音频上面标注的是手术室，手术室时间0点，如果没有说谎的话，应该是在22点的时候被目击的。那这个绷带头是真还是凶手？凶手。如果22点被目击的这个是凶手，那这个时候真在哪儿？我觉得这会儿真在他的房间。那我懂了，那就是说明22点的时候，那个凶手就带着绷带头，就那个地方就开始猫人了。对，猫一个捂一个，猫一个捂一个。不是吧？我觉得更保险的方式应该是凶手去每个房间找我们，把我们五云拖过来的。合理。这个更保险吧？大家都看不见啊，因为熄灯了呀。报告，那儿有一个轮椅，很方便推大家。而且在4F 和4A 之间做了一个无障碍通道，因为用轮椅推这些人就得要无障碍通道。是这样的，朋友们，就算他能够约人家来，人家愿意来，也没有人会准时准点15分钟来一个，15分钟来一个。对，这个时间一定是凶手自己控制，他才能在精准的15分钟里面进到一个地方，把这个人弄。侦探，我觉得凶手做了这些事情，他先去一个人的房间，比如他先去欧的房间，在他的房间里把他弄晕，于是他的手环上记录下了他晕倒的时间，于是他用这个轮椅把他推到了4A。请注意，凶手要有门禁卡，他才能把他推到手术室，拍下了05的时候的第一张热成像，这是欧，然后接着他又出来去到了这个明的房间03号，对，把他迷晕，然后就是这样一系列的操作，其中有一次凶手不是去的自己的房间，而是去的02号真的房间，把他迷晕了。但是因为真没有手环，所以把自己的手环给他戴上，于是就记录下了他晕倒的时间，就变成了他晕倒，就变成了这个15分钟晕倒一个。与此同时，他又在这5分钟里面把真推到了某一个房间，拍下了那个5分钟之后的热成像的照片。接下来他要把真从这里面再推出来，推回到02房间掐死他。然后他要回到4A， 他还要把门禁卡塞回到白大褂的那个里面，塞回到真的02的房间。这个很容易做到。他在杀他的时候就可以，对，但是他就回不去4A 了。他不用回4A 啊，他要回4A，他回4A得回那个屋里啊。他不用回4A，他把药带好了，对，他在门口这儿就行。他不回4A 的话，他这个晕倒时间线就会变成0点整，就不会是0点07了。对。他必须要回4A， 他必须要回4A。如果他站在4A 门口等0点，他就晕倒了，他就先晕了，因为空气就出来了。就是这个人还有另外一个办法可以进到这个4A。他用那花盆把那门挡上不行吗？也是可以的。这个技术含量不高，但是是有可能的。对，这管用。那我还有一个问题，他为什么不直接就是说不提供这个时间线，然后直接让真死在那儿，然后我们在那儿就是直接晕倒，然后就完事儿了呢？因为凶手完成了一个漂亮的一个闭环的时间计划，他要有了这个伪证之后，你有2次记录的时间。是因为有2次记录的时间，所以大家没有时间线，没有这个时间线，就大家都没有时间杀真。对，因为真是死在一个所有人都昏迷的过程当中的，等于这些人都是好人。如果这些时间线成立的话，他利用这个2个小时的假的时间线和2个不同的毒药叠加起来产生的这个时间线的混乱，就是你有了，咱们现在有3种药嘛 ，A 即刻岛啊
第二是那个真的好醉，真的好醉。有这2个药，其实就已经足够完成这一套时间线了，对吧？咱们就说前面一个，因为他已经在前面做了一个完整的，大家严丝合缝的，都是2小时，相隔15分钟。对啊，凶手已经在那个时间线里边完美的隐身了，他后面多做就这个时间线对于杀人和隐藏来说是多余的。确实有一个人想让大家都失忆，对，就确实有人去下了这个药，那这个药是真下的，或者是说你们中间一个人是杀人的人，另外一个人是下药的人。别忘了，真的计划很简单，他栽赃给大，然后他出国躲一段时间，这是他的计划，所以我觉得失忆药应该不是真做的。不是真做的，我同意。我觉得不是凶手做的，也不是真做的。那是谁做的？还有一个人做的。我始终是觉得，在动机上啊，如果有一个人一直在，比方就是类似于我们把它类比于说调查记者，如果是明做这件事儿的话，那他让大家失忆这个动机就不符合他。不是，他那个是他妹妹。他除了要查清真相，他还有一个要为妹妹报仇。对，他是有杀机的。如果是原来是这个跟欧的话杀机不那么排除，但是他不应该让自己失忆，因为他脑中全是证词。我还是觉得是，当然他比所有其他的人可能更需要保存记忆，但是我还是觉得失忆这件事情是他杀人完美计划当中的一环。揭露这个地方的真相，就是2条线。他因为杀了人，他要造成一个完美杀人，他必须要所有人的失忆。因为我是觉得啊，就算你要为一个人报仇的代价是失去你跟他的所有回忆的话，也不太对。这个凶手是为了报仇，为了自己亲人报仇，或者我是为了调查正义，我是为了披露真相，尤其是为了报仇。他不会舍得忘记这些东西。我为了我妹妹报仇，我为了完成这个报仇，我把我妹妹都忘了。从人的情感逻辑上来说，不管我是为了正义，我是为了这个角度，我会把这些记忆全忘掉吗？对。所以我就觉得失忆跟杀人的是2个人。从失忆这个角度来说，我是完全失忆，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首先这件事，因为我不是要今天脱相嘛，然后你们也许第2天来报道的人不认识，但是我是院长，别人认识我呀。然后如果我把我自个儿弄失忆了，你就更说不清楚了啊。对呀，我为什么要把我自个儿弄失忆了呀？那这个替罪羔羊是不是就是真呢？哦，他说的罪是杀真的罪，杀真的罪，就是我要把他杀掉，但是我要找一个完美的计划。啊，这就把我扣上了。嘿，屎盆妹，往边上一对个，是不是有这个吗？这可以，这可以。欧会希望大家失忆吗？在我要寻短见的时候，在这里面是他把我留下来的，让我继续活下去的，是他给了我勇气，所以他对我来讲是个很重要的存在。所以你想要为他报仇？对，那是肯定的。我很记得你跟勋2个非常有对照性的一个正午，你是画了一个06号的那个等我们一起去看流星雨，这个是非常想记住这一瞬间的。而且我想提醒大家，今天晚上就是流星雨之夜。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夜晚，对于欧这个人。但是勋那边非常有对照性的一个物证，就是那个埋下头的鸵鸟，因为我参与了很多赃，我要忘掉这些事情。他不想看，他想失忆，还真是。所以我其实我是恨真的，
我是为了钱一步一步做了很脏的事儿，啊，所以如果你要说失忆这个，我可能是想要失忆的，我天生就脏了。记不清药，我觉得勋最有动机做这个事。勋希望想不起来啊。对，但是他未必是凶手。哦，这个观点。那他做这个是为什么呢？他先做这一步，然后为什么呢？然后他还得告诉这个凶手。不一定啊，凶手不知道啊。凶手不知道。我觉得凶手不知道这个时间线才这么严丝合缝的。如果他不知道会有第2次失忆的这个迷药的存在的话，他为什么要在那个时间点先躲在4A，卡住一个准确的点，比如说07、22、37、52、1.07这个时间点才从4A 走到4F， 然后再次昏迷？躲在4A 卡着严丝合缝的2小时。是因为他要满足前面热成像和醒来的那个时间啊，是吧？热成像的时间中间有一个是针呐，他完了之后他要把针拖出去杀掉，杀掉完了之后，如果他不知道12点会有第2波毒气，他回4A 干嘛？他在躲什么？他要回去补这个时间点的录音啊。他要醒了，真是不会醒的呀。好，那这个时间点他补了录音，然后他再出来。他不知道自己出来会倒在那儿了呀，所以其实前3个都是在凶手计划内的，他必须得这块回去去补一个录音啊。你的意思是这一趟的时间点不重要？如果这个时间点不重要的话，11点10分之后，他没有必要马上回到4A。他完全可以躲到任何一个地方或者他自己的空间，因为这是最安全的。然后等12点的时候，他返回去补一个录音就可以了，对不对？12点整就晕了，回不去了。对呀，因为有毒气了嘛，所以他就是一直躲在4A。他为什么要一直躲在4A？就是因为他知道12点外面就有毒气了。对。所以这个凶手如果比如说失忆药不是他放的，那么他得知道熏或者是真放了失忆药。不啊，他有道理提前躲回4A 啊，因为像你说的，如果他一直在自己房间里面躲着的话，他知道里面的人会陆续醒来呀。从最早一个0点开始就有人醒来了呀。如果我想去补0点15的录音的话，你的意思是他觉得回到4A 是最安全的，在这2个小时之内。对。我如果在自己房间待着的话，比方说现在是明，我想去补0点15的录音的话，我回去在那个点往4A 走，这会儿欧刚醒，从4A 出来，我跟他迎面相撞。有道理，有道理。所以他有可能不知道，不知道其实有可能的，对，有可能的，对。我是觉得从动机上来盘的话，同时有复仇和失忆，这个特别让我困惑，非常精彩。你这个非常精彩，也有可能这个人只想杀人，失忆的是另外一个人。对，想让失忆的是另外一个人。你觉得更想让大家失忆的是勋？和。你同意我刚才说那个，就是他必须还是得留在4A，因为现在这个凶手的画像太饱满了，他简直就是他是一个太疯狂的是，能动力太强啊。首先他得知道药他得知道医院的整体的运作他得对针有杀机与此同时，他得去过药房。对，我刚刚说了嘛，他得去过药房，他还得会弄轮椅，还得会弄卡，对，这些点。还有一点，他得在这有足够的时间酝酿杀机和策划这个复杂的情况。对，时间得长。我来3天啊。时间最长的就是我原来以为我去过，因为我是保洁嘛，那现在我不是保洁了。那我就没去过了，对不对？但你是待着最长，你是去年10月份，我是待的时间最长。你是老病人，他时间长，所以他有机会去到药房。对，我不一定没去过药房。
你是医生，你是医生，就是你最有可能能去到药房，我也能去到药房。他是保洁，对吧？对，我是保洁。对，你是查过这个事儿的。就我们仨。然后呢，这你是院长，但是我时间短来着。您不短，你只是3月1号来了，你以前也不见得没来过嘛。哦，行。1号到4号，你有3天的时间研究呢。他说了，真怎么干了这么多坏事？我要找替罪羔羊。院长门清。那小何呢？何没有啥。小何去过吗？我有一点，就是我去过真的房间，这个。你去过真的房间？我只是去过真的房间。我其实想替大老师说句话，但是我不是完全排他啊。就是我觉得他们俩这个纠纷啊，我就是从法律上或者说从定责任来说，他没必要杀他，没必要杀他，你杀他反而自己是的，我同意。犯对呀，我本来罪就不是你犯的，你恨他，然后明天调查组就来了，就是这意思，马上调查就来了，我这儿没事跟人对吧？我明明可以。虽然你把他杀了，他不会把罪顶给你，但是你又多了一个杀人的罪。对呀，我就彻底有罪了呀。对呀。这里面其实我觉得，真的死还是跟钱06有关。欧暴力破了一个密码是1207，那个是什么的密码？是我电脑的密码，然后他知道真杀了，他完完全全知道6是被真杀的。对。我会完成我们之前的约定，把大家在这里的遭遇记下来带出去。你不会再死，02会付出应有的代价。他知道了真实的密码，他掌握了非常多的，他就有可能会去探寻。所以他待的时间这么长有道理，他因为一页他破了1207位，最终破掉了你的密码。其实是很感人的。很感人。那我觉得这个杀机挺成立的呀，因为你有非常多的执着，每次去试一个密码，给你的时间不会太长，你已经试了1000多位了，就为了得到这个真相，那这个真相对他来非常重要，很重要。还有一个问题是因为那是他的亲妹妹啊，对，亲生妹妹。你这回你就不整那感情，我感觉你俩比亲生还亲呢。我不得宅自己吗？我得宅着自己。我唯独就是我既然来的目的是为了证明我妹妹是被这家医院害死的，而且我找到了所有的证据，且传递了出去，并且喊人来了。我为什么要在喊人来之前的这个时间痛下杀手，让我自己陷入这个泥潭？有道理。有道理。你觉得是谁？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呀，我没法玩啊。看样子我确实很嫌疑，因为我跟他的关系确实。然后勋不是知道好多东西了吗？勋其实有很多的点。首先，钱06的走，他还隔一层。今天的事情我已经想办法摆平了，你闭嘴。要是有第3个人知道手术室发生的事情，后果自负。他在旁边目击了钱06的死，但他不是真正动手的人。然后这个抽屉里有一个小玩偶，然后上面全是对不起。他是就是背了很多锅，内心有很多这个冤屈，而且是真不放过他，不放过。他不放我离开，把他的死推到我身上，他才是那个该死的人。对，他对真是有个人仇恨的，肯定。现在分析起来，我觉得勋的他的可能性很大，因为他同时能满足一是杀人动机，二是能够让所有人都失忆。他是一个很
很全面、很有可能的一点，就是不需要再有另外一个人动手了。哦，他占两头。我其实比较同意失忆的药。失忆药是你放的，因为不然，如果前面也是我做的话，实在有点太满了。其实时间够，是够啊，够，每个人都够，就是太满了，就是这事儿一个人干也行，两个人干也行，太极限了。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反正我觉得刚才和说的那个跟前06有关系这件事儿，好像更能说服我一点，跟前06有关系的，也不能排除勋啊。那你呢？我其实我委屈的就只是我想打游戏，他老被电哈，就是那种，就是你爱玩电脑。我不想再被电了，就。对，那其实还是说每个人都有杀人动机。什么？真哥，你研发的真的好醉麻醉药昏迷固定时长45分钟。45分钟。我明白了，就是这个45分钟刚给的是把所有人的可能性都给了，因为哪怕大师在1点钟服的这个星星药，他1点45也能够就是醒了，也就是2点钟，我2点来的，你也能叫醒他了啊，对对对，1点45啊。朋友们，我们刚才其实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只盘了说凶手什么时候给自己上了星星印记，对吧？但是其实大家所有人都有自己的星星印记，对吧？说明所有人都吸过星星药。那么如果说在2个小时中间任何一个节点他吸过星星药的话，他醒来的时间就会以星星药为准了。是的啊，但是现在所有人的展示时间是严丝合缝的，也就是每个人醒来的时间的前45分钟，他必须要吸一次药，对。但是吸的药是凶手给他吸的嘛？对，所以就是这里面还有一个新的时间点，补充的时间线。哇，非常漂亮。这就是23点15，对吧？23点半，23点45，0点15。所以不，意思就是说这个时间点是凶手必须要进去给每个人完成这么一套流程，对吧？他在23点10分是他作案的时间，对吧？等于说做完案之后他很忙，23点之后他要跑23点15，23对他要跑这个跑一圈，那其实这可以排一个，因为明没有时间同时在录这个音和去给大喂药，对不对？哎，从时间上这么不是？对，重复了。这个要求他必须在这儿录音，这个要求他必须在这儿喂药。排了，厉害！排了名了，对。你这排了，这00你也排了。00他必须得在欧那儿录音和去给军喂药。对。
最怀疑的两个人排了，最可能的。但是这个是可以做的吧，对吧？对，3个时间是不一样的。这些都可以了，对，因为没有同时要做的事情，对吧？核心大，核心大，核心大都行了。核心大。好，我们仨中间了。核心大。那我知道了。不会是我吧？那别人没有了，他俩不行啊。又满足时间，又能失忆，还能够知道药房，还有足够的杀机，不就剩我了吗？他拖完这个时间线之后，不就剩我了吗？要不就是说想投票了，走吧，谁第一个，快去投票吧。还是说这一次咱们集体投票？不是，那我投票吧，真的。这样的吗？这不能吧？这不能排他们。热成像完了之后，人可以带走。如果我是欧的话，我为什么不能把勋带到这儿，留下录音，和同时给勋下药？那怎么录音啊？我要的只是在这个时间点，在这里发出声音，且给这个人下药，对吗？但热成像拍完之后，就没有人证明这个房间里面是勋一直在了。他可以不在了，是吧？对。那他更忙活了，又得推这个人去到另外一个房间。他只要解决这一个就行，因为其他都没 bug 嘛，对吧？是可以的呀，为什么不可以？那反而就是直接到欧这儿了。他其实有15分钟可以做这个。对呀，因为我们卡死了。23点45之后，他有15分钟可以做这个。对呀，他给核喂完之后，他就可以把勋带到这个房间，在0点的时候给勋下药，同时录下那个录音，然后再把勋送回来，因为勋要从这个4号水疗室醒来。还是有可能的。有弄回来了。刚才谈的欧的这个形成同理于明，对吧？对啊，就他俩一样的呀。又回来了是吧？又回来了。对。投票吗？谁第一个投？行，加油吧！好，我去投了。哦呦，哎呦，加油！行，加油加油！我觉得凶手有极大的可能应该是他，因为他从能力到他能去到的每一个空间，以及对于药品的了解，同时还包括了他能够接触到的关于所有的真相，所以他有极强的杀人动机，所以我选择把这一票投给勋。这个前面这个6号的女孩的死是真做的，于是跟这个相关的人是有杀机的，一个是她的哥哥小明，一个是她的好姐妹小欧，一个是被栽赃的小勋。我觉得小明应该不会在这个时候要去杀掉他，因为他在等结果。他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就急到绝望到把他杀掉吗？哇，小欧作为一个对自己的姐妹的死非常痛心的人，
他又是明确的知道了真相的人，他又在这里待了最长的时间，但是又没有证据证明他真的接触过这个药物。那小勋呢，他觉得那个失忆的药是他下的，啊，哈哈哈，好难呐。扑朔迷离，在我心目中就是最大嫌疑的人是2个人，一个是明，一个是勋。然后小明其实很像，但是小勋是能把这些所有因素都占全的一个人，所以目前我并不清楚是谁的情况下。哎呀，没想到啊，朋友们，真的没想到。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结局呢？看起来好像我跟小明，我们2个的嫌疑很重，因为我们2个人都是跟前06号的这个妹妹是有很大的这个情感关系在里面，他是亲哥哥，我是一个精神支柱。但是小勋，他是一个医生。我觉得他很难面对自己做过的种种的罪行吧，对，就像他画的那个鸵鸟都把头埋到了这个泥土里，我觉得他很羞愧于面对现在的自己，就一切的可恶的行为都是真在做的。以一个医生的这个白衣天使的这个心理，我觉得他会去动这个手。希望是你，希望可以解救你。太难透了。我觉得这个案子可能隐藏了太多我们不知道的内容，还是从心态而非犯罪门槛的角度去选择吧。首先排除掉大，因为从动机上来说，我认为他在这里面就真的是，他马上就会面临调查，调查的结果一定不是他的主要责任。想不通这个人为什么会背上这个罪过。对于明来说，我最终想通投不下去的一个点就是，他是以一个卧底的身份潜伏进来的，然后他一直有跟外界在交流。既然选择了这样一个条正路去曝光这个地方的罪恶，我想不通他为什么最后会突然转变成报私仇。那勋来说的话，其实如果他真的是一个鸵鸟的话，会采用这个方式去使用记不清药吗？因为鸵鸟型的人格去使用这个事儿的话，应该自己忘了就足够了。但勋其实也挺捡我的话说的。其实我们一直在说何的动机小，他也一直在顺着这个动机，就是感觉大家并没有怎么怀疑到他。但是从何给他妈妈写的信里面来说，他还是有很强的自救欲望。就对欧唯一不好的一点就是仪式感，就是他房间里面找到的画的一个前6号女孩看流星雨的画，今天也是流星雨经过的夜晚嘛，就想他在今天会不会去完成这样的一个计划。来吧，请宣布。有一种没有啊，我觉得还可以啊。不祥预感。又要这样说吗？我觉得也是啊。你很有底吗？我没有底，但是我要相信我自己，没事儿。我明来了第一期玩了一个晕的，哎呦，我怀疑是不是自己了。我赌明吃不着票，大吃不着票啊！我赌别人都有票，真的假的？行了，我先站着。来吧，请宣布，请宣布。互联网普法综艺《大侦探时光机》第4案中，谁是杀害真医师的真凶呢？
首先公布获得0票的安全玩家。小大，可以，谢谢。小明，哦，对呀你。我，剩下的票数集中在小勋、小何、小欧之间。侦探的第1票投给了小勋。封神啦！我要封神啦！我要封神！先跳起来了。小勋投给小欧，小欧投给小勋，小欧投小勋，互投了，全投了我。小明投给小勋。侦探的第2票投给因为重新想了每个人最后的心态，我觉得小明此刻应该是心中对于将来的调查抱有希望的，然后小欧应该是已经更多的沉浸在朋友离去的悲伤里，而且被治疗的已经有一些麻木的，然后小大也是没有必要背上更多的犯罪的砝码，然后小勋可能是一个帮凶，但是选择把头埋在地里边，像一个鸵鸟一样不敢面对。想来想去呢，最后也只能是说，自己突然被关进了一个陌生的环境，遭受了种种恐怖的事件，还有06号给他不安的留言，然后他自己学会了在日记中做两面派，然后给妈妈求救写藏头诗，却得到了毫无希望的回馈。我觉得站在当事者当前心态的角度来说，小何可能因为绝望而铤而走险。小何。侦探纯属报复。小何、小大都投给了无论从熟悉这个医院，还有医疗设备，他今天能动手的可能性最大，所以我要投给勋。投给小勋。小勋，小勋5票，请进铁笼。我几票？5票。5票。好来，伺候你。天哪，你投给了小何啊！你有点吓到我。难道说我错过了封神的机会吗？没错过。这真不是我。哇，何老师就是因为一到何老师就说不准了，那就是太厉害了。瑟瑟发抖，毛骨悚然的厉害啊！小勋究竟是不是本案的凶手呢？哦，接下来我宣布，本案检举。失败。小何呀，就是小何。那是谁？那是谁？就是不是？那也不一定吧。对呀。
小何老师还在，你还在隐藏什么？为什么是我呀？我没有杀鸡呀！啊，那你杀了什么？那是谁啊？为什么你们都头熏了呢？现在还不承认啊？我还以为欧会吃盒子。不知道啊，怎么承认啊？你为什么觉得我没有？对呀，因为你都能从下水道往外送证据了，然后呢？你外边肯定有人接应你啊。对啊，你有光明的未来啊。是啊，所以肯定不是你啊。但是你别忘了有亲情这层啊。啊，你就别往里窄了，不是你吗？是你吗？我也不知道是你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但我也总觉得有可能。那就是欧。别问了，快公布吧，我也不知道啊。欧不像，完了，侦探就是阻止了侦探封神的机会，我们给小何来吧！老师要开始跳我们的崇拜之舞。我的天！大河之舞。干嘛呀？没有听他们宣布吗？本案真正的凶手是我就是本案的凶手小何。藏得真好呀！为什么？我天哪！我真的我的直觉，我从第一轮我就想投的你。哎呀，你第一轮幸亏你没有投票机会。一讨的时候，对，一讨的时候我就很怀疑你。我天哪，怎么能把自己摘这么干净？我最后是给每个人就是最后几天做画像，因为我就想你给你妈写那个信，就是一个青少年，然后说我到这儿刚被电了，然后写完信之后他妈都不信他，然后对于一个就虽然对于成年人来说可能就我们会想说你现在会报警啊或者什么的，但于青少年人来说很绝望。啊，哇，是啊，天哪！但是绝望的他能知道这么多的那个流程这些对，事儿，这个是门槛很高，但是他就一直在强调门槛这事儿来带我们。就是门槛高，他一直在强调门槛高我就觉得他来的时间短。我跟你说，我都不知道，我因为是失忆的嘛，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能够完成这件事情。但是我从什么时候知道我是凶手的呢？对啊，是一讨到最后说有这个白色粉末的这个麻药的时候。因为我的鞋里一开始就有一个这个，里面是有麻药、有白色的粉末的。是我这个里头缝了个，给你什么东西啊？哎呦，缝了个这个，写的是你失忆了，这是你的计划。他等于他失忆了之后，他要想办法把他的那些事儿弄到别人身上，反正记忆都所有人的记忆都丢失了。但是我觉得计划我也不是很好解释，因为其实最后我已经说了。不是啊，你把这说出来之后，我们就觉得你肯定是自个儿提醒自己嘛，是吧？但我什么时候说呢？就在我投票之前说呀。哪有机会说了啊？我到最后我都说了嘛，就是如果说这失忆的肯定都是我，因为那会儿我们并没有摘清失忆和凶手是两个人。我一直在摘这件事儿。他摘这件事就是让我们可以厘清分清楚，但我就把这两个事一直要往里说，就是要提高这个凶手的犯罪的门槛。我还是觉得失忆这件事情是他杀人完美计划当中的一环。他因为杀了人，他要造成一个完美杀人，他必须要所有人的失忆。如果他不知道会有第二次失忆的这个迷药的存在的话，他为什么要在那个时间点先躲在4A？热成像子时间中间有一个是针呐，他完了之后他要把针拖出去杀掉，杀掉完了之后，如果他不知道12点会有第二波毒气，他回4A 干嘛？他在躲什么？他要回去补这个时间点的录音啊。你的意思是这一趟的时间点不重要？他就是一直躲在4A，他为什么要一直躲在4A？就是因为他知道12点外面就有毒气了。对，我其实比较同意失忆的药。失忆药是你放的，因为不然。如果前面也是我做的话，实在有点太满了，太极限了。
那其实这可以排一个，因为明没有时间同时在录这个音和去给大喂药。你这排了，这000你也排了，排了，厉害！不能排他们。热成像完了之后，人可以带走。如果我是欧的话，我为什么不能把熏带到这儿，留下录音，和同时给熏下药？热成像拍完之后，就没有人证明这个房间里面是熏一直在了。他给核喂完之后，他就可以把熏挪到这个房间，在0点的时候给熏下药，同时录下那个录音，然后再把熏送回来，因为熏要从这个4号水疗室醒来，还是有可能的。同理于明，对吧？对啊。我怎么被关在这里了？还好舱里有按钮。哇哦！哦呦，因为我就说2个时间线不挨着。对，双手发凉。其实你们忽略了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杀机，是我的手被电坏了，你们忘了这个点。28号伤了。哦。他说28号发生了很大的事情，其实就是我的手被电伤了啊。其实我的前程已经没了，我才绝望地跟我的母亲求救。你稍微带上点表演呢，这倒是。后来其实我去过真的房间，我不是去用他的电脑上网玩游戏的，我就是其实去偷了门禁卡啊，因为前小六跟我说过，21朵小红花会非常危险啊，所以这个就是代表我，这个就代表我有可能性去了解所有的这些秘密。好，来吧，我们有请阿外送上。阿外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有请阿外送上由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只有我们一个。哎，没有资格。没有资格。能不能？哎，给我投了这票的人，你给我发。哦，颁奖。哦。哇，一人拿6个，好眼馋啊！开心，我终于逃脱了一次，厉害，好棒！谢谢大家，谢谢陈璇。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累了充电，来瓶外星人，谢谢外星人电解质水，谢谢。动感地带芒果卡提醒各位侦探，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有惊喜，谢谢，下期见喽，拜拜 ，See you， 拜。我们就走了，就留他在这。哇，这造型摆的，还就是那种拍的角度都已经弄好了。小勋啊，唉。大白爸真相，欢迎来到大侦探合议庭，我是主持人小七齐思君。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李佳琦法官，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琦。张若瑶法官，大家好。还有沈一肥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讨论本期的案件，欢迎3位。那么通过这一次的正片，我们了解到，表面治病救人的真漂亮综合医院，在4楼却有一个隐藏的青少年矫正科。真医师以电击、体罚、精神虐待等方式，将所谓不正常的少年变得正常。在今天，医院所有人醒来后都离奇失忆，而更可怕的是，房间里还发现了一具尸体。那么本期合议庭，我们将会关注矫正教育、医疗事故等话题，在探索案件真相的同时，以案析法，与法同行。合议庭第4案现在开庭。通过案件还原之后，我们得知杀死真医师的真凶就是小何。那现在，请法官为凶手定罪，并且给出具体的量刑建议。小何杀死真医生呢，显然是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那这个行为呢，构成了故意杀人罪。根据我国刑法第232条的规定呢，应当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
那在这一次的作案过程当中，小何给医院里的其他人使用了即刻岛和真的好醉2种药物，导致了他人的昏迷。那这种行为算不算构成了故意伤害罪呢？小何给其他人下药的这种行为呢，要从他这个下药的目的和他造成的结果来进行具体分析。如果他主观上是为了伤害他人，客观上也造成了他人轻伤以上的后果，那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在本案的剧情中呢，他使用这2种药物是为了给自己杀人行为排除障碍，为了给自己脱罪。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没有造成其他人的伤害后果，应该就不构成故意伤害罪。明白。刚才陆家法说的非常好，我们刑法里面有一个概念叫做不可罚的事后行为，就是你某个人实施了一种犯罪行为之后呢，他可能会采取其他的一些手段去掩盖自己之前一些犯罪。比如说这个案件里边，他为了掩盖自己的这个杀人行为，他事前可能会实施一些行为，来为自己的杀人创造条件，那么事后可能会实施另外一些行为来掩盖自己的罪行。那么事后实施这些行为呢，就属于我们刑法理论上说的不可罚的实施行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认定了它构成故意杀人罪，那么对于一些事后的一些掩盖行为，就没有必要进行单独的来定罪。对，明白。那么再次看到这个整个故事当中一些具体的事件，首先是死者甄医师，他作为这个所谓的青少年矫正科的幕后黑手，以电击、窒息等方式对待孩子们，这样的行为，它本身会构成哪些罪名呢？因为这个事故啊，它是发生在医院里面的，而且这个甄医师呢，也是一个具有医疗资质的医生。我们应该根据这个情况进行具体的判断。这个我们刑法规定了医疗事故罪。根据刑法的规定呢，医疗事故罪是指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救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救诊人身体健康的行为。那么如果这个甄医师实施这个行为，经过评判之后，认为他总体上是一个以治疗的名义来进行的，而且确实也属于一种治疗行为。那么由于他触犯的呢是医疗过程中的一些规程，那么他的行为可能会认定为这个医疗事故罪。那如果是一位医生在现实生活当中，由于医术不济导致了医疗事故的发生，那这位医生的这种医疗事故的罪行该如何进行判处？是的，像小齐刚才说的这种情况，确实实验中情况可能比较复杂，可能需要这个具体行为来进行具体分析。就是如果这个行为人啊，一般是医师了，如果这个医师已经知道自己的这个医疗技术水平不能够医治一种比较严重的疾病，但他仍然违反规程，仍然违反这个医疗的相关的规定继续医治，那么存在严重不负责任的这种主观心态，因此接受治疗的患者伤亡的，应该认定为他具有这个过失，构成民法上的医疗损害侵权，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情节严重的呢，这个社会危害性比较大的，有可能会构成刑法上规定的这个医疗事故罪。而且在这个故事里面，甄医师也用非科学的手段，硬生生把没病的孩子诊断为有病，由此呢是为了赚取家长们的医疗费。像这个故事里面，他是故意误诊，那也肯定会存在说这种技术的水平没达到，然后无意的误诊。然后这种程度下，他们会带来怎样的不良行为？我们在一些案件里面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比如说有个刑事案件里面，这个行凶人啊，就这个刑事案件的被告人，他是拿一个很长的一个螺丝刀，就捅了这个被害人的肩部，就捅进去之后呢，这个被害人初期看不出来，伤口很小的，但捅进去很深，然后他就去一个当地的一个很小的医院去诊治。诊治的过程中呢，他可能也是医疗设备可能比较有限，就没有发现他其实在捅进去之后出现了严重的内出血的现象，就没有得到这个及时的诊治，那最后这个被害人就由于内出血严重就死亡了。当时这个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包括这个他的辩护人、辩护律师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是不是这个医生、这个医院在诊断的过程中，你们故意的不积极的救治，导致被害人的死亡？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就跟这个主题有关系了。他不是说他故意的不积极的去诊治，而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只要这个医师没有治好这个患者的病，就构成这个民法上的侵权行为，甚至是构成刑事犯罪。当然，我们再次回到故事当中，也看到了故事里面的甄医师在治疗过程当中造成了好妹子的死亡。我们也知道甄医师的本意是以残忍极端的方式来达成所谓的改造孩子的效果，从而酿成了如此多的悲剧。他纯粹的没有医疗目的，就是要虐待人，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不是一个医疗领域的一个问题了，他可能会构成其他一些犯罪。就是如果他本身呢
知道自己面对的这个人并不需要这样的治疗行为，而这些手段也并不是作为一种正常的诊疗行为进行，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虐待，或者是通过这样行为来达到他自己的这种控制啊，然后让这些人服从自己的这样一个目的的话，那他的行为可能构成我国刑法第260条之一，叫做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这个罪名呢，就是对幼儿、老年人、病人、残疾人负有这种监护看护义务的人，如果是在这个过程中实施了虐待行为，就可能构成这个犯罪。而且还有可能会构成别的罪名，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以夏令营啊、冬令营的名义啊，把这些孩子封闭起来进行所谓的矫正的教育。然后我看到一个案例非常的痛心，可能那个教练拿那个衣架没有节制的殴打孩子，造成孩子的这个严重的伤害，它完全不是一个医疗的目的，它就是让孩子听话，或者出于其他一些个人目的，甚至是出于泄愤的这个目的。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构成这个故意伤害罪的罪。像这次故事里面，为了掩盖好妹子被电击死亡的事实，甄医生在未告知其父母的情况下，直接把好妹子的尸体火化了。那像这种行为，在法律角度该如何去进行解读呢？这个问题呢是这样，首先呢，这个好妹子是在医院死亡，她的真实死亡原因是被电击致死，然后甄医生呢谎称呢她是坠楼死亡，但是不管这两种哪一种死亡方式，它都是非正常死亡。对。那么根据我国医师法第33条的规定呢，就是医师发现患者出现这种非正常死亡呢，应当向有关医疗卫生机构或者是有关部门进行报告，它是有这种报告的义务的。另外呢，实践中一般这种情况，医院会选择报警，然后呢，警察来介入，对这个尸体进行这个检验，来确定这个死因，来确定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原因导致的死亡。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呢，这个医院呢其实是没有私自火化尸体的权利的。那么根据我国的殡葬管理条例呢，是要求就是火化的时候要持公安机关或者是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明。那对于这种死因，就甄妹子的这电击死亡或者坠楼死亡这种死亡证明呢，医院都是没有权利就出具这样一个死亡原因的死亡证明的。所以这个火化肯定也是一种违法的行为。那么我们人格权保护啊，就是说人的尊严不是终于死亡的，即使在人死后，他的遗体也应该受到有尊严的对待，那么这是他的人格尊严的一种延续。刑法也规定了一个罪名，叫做这个盗窃、侮辱、故意损坏尸体、尸骨、骨灰罪，也就是在我国的刑法中，把对人死了之后，这个死亡之后的遗体的保护呢，在我们刑法的角度呢进行一个规范。那这个案子里面，甄医生私自火化尸体的行为，有可能就构成故意损坏尸体罪，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当然呢，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他如果他前面的行为，我们认为构成了其他的犯罪，那么故意毁坏尸体的行为是为了掩盖他的罪行，可能刚才加刑法官提到的这个事后不可罚行为，那可能把这个行为作为一个量刑情节，那么这个也要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了。但的确像这样的故事里面，他的遗体被火化之后，是不是对这个医疗诉讼的过程还是会造成一些困扰的？特别是家属要进行这种维权的话。是的，确实是。如果这个医疗责任纠纷主要是因为这个医疗机构在医疗过程中的诊断、治疗行为存在过错，而且这种过错、这种行为跟这个造成患者损害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那么在认定这种是否存在这种医疗侵权的情况下，即使死者的遗体已经被医疗机构擅自火化，那其实死者近亲属完全可以通过收集其他的一些材料，比如说要求这个医疗机构提供这个病理材料，或者相关证人的证言啊，或者鉴定意见等其他的证据材料来支持他的诉讼请求。那么其实病例中的一些医嘱啊、检验报告都可以作为这个民事诉讼的证据来使用，来支持患者的这个诉讼请求。但是呢，如果说这个医疗纠纷中涉及到需要进行遗体解剖来确定这个死因这些关键性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医疗机构擅自的把这个遗体进行火化了，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医疗责任的认定的问题，涉及到一些证明力的问题，还有这个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刚才我也提到了，这种情况下呢，根据民法典第1222条的规定呢，就可以认定这个医疗机构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治疗的规定，推定这个医疗机构有过错。你违规的火化了这个遗体，那我们就推定你是不是要故意隐瞒一个什么事情。当然这个推定也不是不可推翻的。如果说医疗机构可以自己提供证据来证明自己不具有过错的话，他还是可以推翻这个推定。但是他如果不能够这个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不具有过错，那这个情况下就要承担相应的医疗损害侵权责任。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再次回到这个环境当中来，因为这次我们的故事的背景还是发生在这样的一个医疗机构、这个医院里面。而医院当中的贾院长作为真漂亮综合医院的院长，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到真医师的矫正治疗，但是身为院长却对医院里面的犯罪勾当毫无察觉，间接的从中获利。所以，像贾院长的行为又是否触犯了法律？他的行为属于严重的监管失职行为。根据《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47条的规定呢，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未按规定制定和实施医疗质量安全管理制度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于一些情节严重的情形，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的处分。对有关的医务人员呢，可以责令暂停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的职业活动。构成犯罪的呢，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这个案件里面，贾院长在发现曾医师的犯罪行为之后，不仅没有报警处理，还和曾医师合作，一起转移医院中的患者，企图躲避相关部门的检查。那么我们可以理解为，他最终目的其实是为了躲避法律的打击，为了躲避帮助曾医师来逃避这个司法机关的处理。那么这种情况呢，有可能会构成宪法规定的窝藏包庇罪，可以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呢，有可能会被处以3到10年的有期徒刑。那其实更重要的是，今天这个故事里面的青少年矫正科更类似于社会上的一些这种管教的学校。那家长把孩子们送到这样的管教学校进行强制的矫正，这种现象，各位法官怎么看？我觉得这个违规的采用拘禁、虐待或者洗脑、电击等等这一些没有医学根据的方法，这个方式对未成年人进行所谓的矫正治疗的行为，是一种严重的侵犯他人这个合法权益的一个行为。咱们国家的民法典第109条规定，自然人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受到法律保护。即使是未成年人，你也有人身自由，你也有人格尊严。像故事中的这个几个家长，在没有医学根据的情况下呢，以强制性的方式把孩子送去接受所谓的封闭治疗，这种行为其实限制了孩子的这个人身自由，限制了未成年人的人身自由，是非常不合适的，而且很有可能是属于违法行为。我觉得嘉熙法官这点讲得特别的好。我在给很多的家长讲，你怎么去判断哪些机构是有问题的。我第一个提出的就是关于孩子的人身自由权有没有得到保障。很多的这种矫正机构，它会不允许有人探望，比如说前面8天就不允许探望，因为在8天他把他给驯服了。对，因为孩子他也有人身自由权呐。我们监护人是有时时刻刻去知道我孩子状态的权利。你怎么能告诉我8天时间都不能见，或3天时间都不能见？我一直拥有时时刻刻见的权利。所以第一个非常明确的判断就是你能不能自由的随时随地去见孩子。所有那些不允许你探望、他没有人身自由的机构，一定是有问题的。按照嘉熙法官，这就是违法的一种行为。第二个呢，就是所有在管教的方式里面，我们对暴力一定是零容忍的。就是任何一种暴力行为都不会带来正面的力量，只有正向的反馈会产生正向的结果，负向的反馈只是增加恐惧以后，使得他什么都不敢做。所以暴力我们是零容忍的，不要说电击，甚至泼冷水，有的时候就不让你睡觉，这些其实都是这个所谓的一个暴力的行为。那第3点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要看孩子的精神状态是更重要的，而不是听话。如果孩子进去以后，你看他的眼睛变得越来越呆滞了，变得越来越好像麻木了，然后你说什么他都不敢反应了，那你要知道这一定是负面的。你应该进去以后他变得更阳光了跟你很热情的打招呼，而不是听话。你这个标准一定要变一变。所以像这种矫正机构，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去推断，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判断哪些有问题。虽然我们不知道正确怎么做，但至少我们可以去判断那些有问题的学校千万别去因为那个造成的伤害很多时候不可逆。那对于刚刚我们所聊到的这样一系列的管教方式，沈老会怎么看他们的成因也好，包括在整个过程当中对孩子们会造成怎样的一种影响？其实我做过一些相对的个案，也做过一些父母的访谈，很多人都跟我讲说，青春期孩子一定会叛逆的，所以就是应该去解决他叛逆的问题。
但实际上，我们有一位这个人类学者马格丽特·米德，他就做过关于青春期的研究。他发现青春期并不一定叛逆，青春期的确会出现情绪的起起伏伏啊，这个情绪不会很稳定，也会出现自己很多的行为可能不能马上的控制，判断非常的快速，又快速的后悔，这些都可能是青春期荷尔蒙和身体的变化、激素的变化导致的。但是青春期并不一定叛逆。叛逆是因为社会发展很快，成年人跟这个孩子之间的认知差异比较大。以前我们有个非常熟悉的词叫代沟，就两代人这代沟越大，那你会发现我们的冲突越大。我们把这种冲突其实没有看成是双方的理念不一致，而是简单的看成了孩子在反抗父母的命令，所以青春期的叛逆在这个情况下就出现了。所以很多的父母会觉得说他是一个生理问题啊，因为他叛逆了，对吧？然后呢，他又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同伴的这个教育不好，所以我把他关到一个地方去，让专业的人士去对付他，然后就能把他矫正。实际上，在这些很多的机构里面，它会造成双重的一个伤害。一种呢，就是最后管到了以后，他不是听话，他是丧失了发展的意志，就是我什么都不做，因为我什么都不做就变成最安全了，我就彻底躺平了。其实这并不是我们父母的目标。还有一种就是受到了更严重的心理创伤，导致他其实出现的很多你以为的听话，其实是严重的心理疾病的进一步的展示。所以我一直是对于这种所有的矫正机构，我都会打一个问号。作为家长在面对孩子这样的变化的时候，他实际上他应该要做的是什么，以及他要关注的问题应该是什么样的角度切入？其实我这几年一直在做家庭教育，我一直用一个词叫后育时代的家庭教育变迁。就是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社会在过去农业社会的时候，其实是个前育时代。前育时代就是老年人、成年人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你跟着他做，他的这些技术你掌握了，你就能做得很好。这是过往的经验，对吧？这是过往的经验。但后育时代是什么呢？你会发现成年人或老人的很多经验，它就不再管用了。比如说，老人现在告诉你怎么插秧，你现在都机器化了，甚至有的时候年轻的一代才代表外来发展的方向。这个在技术、思想价值各个方面，其实都已经在反复的在出现，并且很主流了。所以南京大学周晓红教授也是社会学的一个大家，他就提出了文化反哺，就是在后育时代，其实年轻人已经成为了这个世界发展的这个方向。然后呢，我们成年人其实应该要向孩子学习，去跟随孩子。父母真的需要耐下心来，蹲下身体，放弃自己的上帝角色，去倾听孩子遇到的问题，倾听孩子的心声，去了解他的发展的规律。这是一个终极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们作为一个平等个体，平等的对话，我们去听听孩子的想法，你给他成长的空间，他会把自己成长得很好。因为每个人觉得向阳生长是这个生命本来的动力，所以就是说，有时候强烈的这种反压或者这种矫正啊，其实是适得其反的。在这里呢，其实对父母来讲，其实今天挑战也很大。我们在今天的育儿文化里，还有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是跟孩子荣辱与共。就孩子表现得好，好像就是我父母教育的好；孩子表现得不好，就是我父母教育的不好。那这样子的话，我对孩子的容错率就会特别特别低啊。本来孩子有成长的过程，就是不断的犯错误啊，不断的在错误里成长起来。但我们觉得他一犯错误，我们就很紧张，觉得是不是我做的不好？你会发现，你就时时刻刻处在焦虑里面，因为你跟他荣辱与共。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在做社会学的家庭教育的普及的时候，是特别希望大家跳出这种密集亲职、密集母职的这种方法，因为它不仅对孩子影响很大，对照顾者压力也很大的。那个妈妈会觉得自己的自我丧失掉了，因为我时时刻刻关注孩子，所以我遇到了大量的委屈的父母。所以之所以很多的矫正机构，我觉得这种出现，其实也是因为我们今天在变化的过程中，我们的主流的那个方式错了，然后很多的商业机构就这个趁虚而入，所以这个市场之所以很庞大，也是我们今天父母在这个夹缝里遇到困境的时候，胡乱抓了个救命稻草，以为是救命稻草，实际上是最后压垮你家庭的那根最后的稻草。沈阳说的非常好，听了以后也深受启发。花园里有千万种花，长不成玫瑰亦无异常。孩子的发展是各种各样的，是各种各样的无限的可能。那么他在出现一些我们看起来可能不是那么好理解的行为的时候，我觉得
还是要包容一点，要理解一点，不能动不动的就把孩子送去接受所谓的这个封闭的强制治疗，这是非常武断的一个行为。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国家也要对这个所谓的一些封闭的一些不正规的诊疗机构必须予以严格的规范管理，你不能任由它发展。作为一个法律人呢，其实我非常习惯于从这个故事背后找到一些法律问题。有时候在想，就出现这种情况以后，把孩子送去这个矫治中心强制矫治，造成孩子的这个伤害，那么这个家长到底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责任呢？我觉得这可能会涉及到民法上的一个监护权的问题。这个监护权呢，根据法律的规定，是指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等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一种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所享有的监督保护的权利。未成年人他可能没有能力去保护自己的人身权益、财产权益，包括这个精神病人，那么就需要其他的监护人去进行监督和保护。那么监护权呢，毫无疑问是一种身份权。但是它不仅仅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和责任。那么根据民法典第35条的规定呢，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保护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那么第36条还规定，监护人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就是你不去履行监护职责，不管不顾，或者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的，有关个人或者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撤销其监护人资格。依法指定其他的监护人。那么像故事中的一些父母啊，在毫无医学诊疗根据的情况下，把孩子送去所谓的这个矫正机构，接受封闭的电击类的、虐待类的，甚至窒息类的这种强制的一些矫正治疗，属于严重的这个侵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这个行为，可以依法被撤销监护人资格，并且承担相应的责任。再次感谢3位今天诚挚的分享。那我们今天的案件就到此结束了。这一次又是围绕着一个青春期的故事而展开，可以看到青春是极其灿烂，同时又十分脆弱的。守护每一个少年茁壮的成长，是我们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和共同的努力。不以爱之名加以阻碍，同样也不以恶之花将其伤害，让每一个少年能够茁壮成长，振翅高飞。再一次感谢3位的分享。那本期大侦探合议庭就到这儿了，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再见。再见。世界上有非常多的家长完全不理解自己的孩子的独特之处，然后也有那么多就唯利是图的人在利用这一点去谋利。父母跟孩子交流有的时候是错位的，所以他没有花更多的时间来真正的感受孩子需要什么。他一味的觉得，孩子就是叛逆，就是不听话，然后就是再往后疯狂一点，可能就是生病了。所以那个真漂亮医院才会利用父母的这种心理。大家都是对自个儿无法理解的事情充满了恐惧，他无法理解自个儿孩子为什么会每天都上网，总是觉得他失去了自己的控制。当你控制不了他的时候，你就用这种比较残酷的方式去强迫控制他啊，造成悲剧。其实，放下你手头很多的其他的一些工作和对孩子的一些偏见，多去了解一下他的生活，多去真正体会到他的在生活里面会遇到的一些困难，试图去理解他，可能会杜绝很多青少年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会发生的这样的一些悲剧。我觉得其实，我最难过的就是这些事情根本不是一个，就是天马行空的一种危言耸听的一种很架空的一种方式，它其实是真实存在的。尤其是当小何啊读到他跟他的妈妈写的那封信，然后他妈妈又给他回信的时候，其实那一刻才领会到，其实父母对于孩子的一些理解是多么的重要。反正我觉得各种关系中都充满了不负实际的期待。我觉得如果期待变得更加的符合实际一些，更加的充满爱跟理解一些，才会让这个生活变得更和蔼、更美妙一些。青少年也要有正确的看待自己的方式，也要有保护自己的方式，当然也要有保护自己的渠道。社会要建立一个健康的、良性的心理求助的渠道。对于每一个具有所谓的治疗功能的这些机构，要有非常严格的就是健康部门包括各方面的这个力量去加以监督和管理。
其实很多事情并不分多好跟多坏，它只是不同的两面而已。然后我觉得正常跟不正常都是，它没有好与坏。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要学会有一种让自己产生一种钝感力，不要把每一句话都把它当成一把刺向自己的刀，就更多时候就是要把自己的心敞开，去把这些所有不好的言论都给屏蔽掉。了解自己，正视自己，同时也是科学的、客观的来评价自己。不要对自己产生一个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最重要的就是自我坚定，然后才去做一切的排他。爱自己，相信自己，你才能不相信别人说的话，因为你只相信你自己，所以别人说的任何话都伤害不了你。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大侦探官微，解锁更多节目惊喜福利和独家互动。上微博搜索话题大侦探，并参与讨论，和微博侦探团一起在线高能探案。短视频特别合作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特别合作中国邮政、同程旅行、百度 App、百度百科。大侦探官微在微博发起大侦探角色许愿征集活动，众多微博网友参与侦探角色和案件剧本提名。